乐圈里，演员二搭、三搭并不少见，但能够连续合作5次，而且每一次都让观众觉得比上一次更上头的组合，其实屈指可数。而申浩南与翟依莹恰恰就是这种极其稀缺的存在。他们第一次合作的时候，并没有如今这样强烈的 CP 标签。那时观众更多关注的是剧情本身，是角色设定，是故事的发展。可随着剧情推进，很多人突然发现，这两个人之间的情绪流动太自然了，不是单纯靠工业糖精堆出来的甜，也不是刻意营业制造出来的氛围，而是一种很奇妙的互相接得住。一个眼神，一次停顿，一句没有说完的话，观众甚至能自动脑补角色内心，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化学反应。很多 CP 只能演甜，但申浩南和翟依莹最厉害的地方是他们能演出情绪层次。从最初的陌生与试探，到后来越来越成熟的默契，他们已经不仅仅是合作演员，更像是共同成长的创作者。5次合作不只是次数累积，更像是一场长期的情感共建。观众一路陪着他们成长，也一步步把这种情绪记忆深深绑定。于是他们不再只是某部剧里的情侣，而逐渐变成了观众心中的命定 CP。 他们最新合作的作品《许诺与你更多》虽然还未正式上线，却已经在观众圈层里引发了大量讨论。因为这一次他们明显不再满足于传统古偶套路，这部剧表面上是古装情感题材，实际上却埋藏了大量复杂的人性拉扯、身份反差、情感错位、宿命纠缠、隐忍与失控并存。整个故事的情绪张力非常强，从最初青涩纯粹的初恋，到后来命运巨变后的疏离，从温柔依赖到彼此对立，再到冷感仙子与深情执念之间的极限碰撞，每一种关系状态都充满压迫感与吸引力。最关键的是，它并不是那种一上来就疯狂撒糖的快餐式恋爱剧，相反，它更像是一场缓慢升级的情绪爆炸。人物不是简单的爱与被爱，而是在时代、身份、责任与欲望之间不断撕裂。这种复杂性恰恰让观众越看越沉迷，因为真实，因为痛感，因为它让人觉得爱情从来不是童话，而是一种会改变命运的力量。而申浩南与翟依莹最擅长的，偏偏就是这种高浓度情绪表达。所以哪怕只是预告片中的几个镜头，都已经让无数观众开始疯狂期待。很多演员一旦形成固定 CP， 就容易陷入套路化，角色越来越像，表演越来越安全，观众的新鲜感也会逐渐下降。但申浩南和翟依莹没有，他们最聪明的地方是每一次合作都在主动打碎舒适区。申浩南如今已经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温柔男主，他开始尝试更复杂的人物，表面克制，内心撕裂，责任与感情不断冲突。他的眼神戏尤其厉害，有时候明明一句台词都没有，观众却能看出人物的挣扎、压抑和不甘。这种情绪穿透力是很多演员很难做到的。而翟依莹这次的突破同样让人惊喜，她不再只是柔弱温顺的女主形象，相反，她开始拥有锋利感。尤其冷感仙子的设定完全放大了她身上的高级气质。她不是等待拯救的人，而是一个拥有强大精神意志的角色。她的冷不只是表情冷，而是一种理性、克制，甚至带攻击性的情绪防御。这样的角色其实非常难演，因为稍微用力过猛就容易显得僵硬，太收着演又会失去层次。但翟依莹恰恰把这种边界感控制得非常精准，而当她的冷碰上申浩南的深情隐忍时，火花就出来了。真正高级的 CP 感从来不是单纯的甜蜜，而是人物之间存在巨大的情绪拉力。他们越克制，观众越上头。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因为他们演出的爱情不只是甜，而是有重量。很多偶像剧的问题在于，只有恋爱氛围，却没有情感真实感。角色今天误会，明天和好，后天撒糖，所有情绪都像流水线产品，
但申浩南和翟一莹的作品不一样，他们的爱情总会带着现实疼痛。初恋时期的纯粹会让观众心动，可后来的误会、错过、离别却又让人难受。尤其每一次重逢，都不是简单的重新在一起，而是人物重新面对过去，重新理解遗憾，重新接受成长后的彼此。这种糖里带刀的情绪结构，才是真正让观众无法戒掉的原因。因为它不像幻想，更像人生，观众会代入，会共情，甚至会把自己的情感经历投射进去。而一旦做到这一点， CP 就不再只是娱乐消费品，它会变成一种情绪陪伴。现在很多观众只要看到申浩南和翟一莹同框，情绪就会自动被调动。为什么？因为观众已经形成了记忆绑定，过去5部作品中的甜蜜、误会、分离、和解都被不断累积，于是他们每一次再次合作都会产生一种特殊效果。观众不是在看新的角色，而是在重新进入一个熟悉的情绪世界。这种长期建立起来的情感资产非常可怕，因为它会形成沉浸式观看体验，甚至有时候一个对视镜头就足够让观众瞬间情绪爆炸。这也是如今娱乐行业越来越重视固定搭档模式的原因，因为观众会产生稳定情感依赖。而申浩南与翟一莹目前显然已经成功建立起属于他们自己的 CP 宇宙。过去很多国偶作品只强调视觉浪漫，服化道华丽，剧情节奏快，情绪刺激强，但问题是，看完以后很快就忘了。而申浩南和翟一莹的合作却开始往情绪深度方向发展，他们不只是提供幻想，更在讨论爱情与责任如何冲突，成长为何一定伴随失去，人在命运面前究竟能不能真正改变结局。这些内容让作品开始拥有更强的讨论价值，观众不仅会磕 CP， 还会思考人物，这是非常大的升级。因为真正长久的作品从来不只是让人心动，还要让人回味。如今的影视市场节奏越来越快，短视频剪辑，高糖名场面，3秒一个情绪刺激，很多作品甚至不再追求完整表达，只追求瞬间爽感。可申浩南和翟一莹的合作却反而走向了另一种方向，他们愿意慢慢铺垫情绪，愿意让角色经历复杂变化，也愿意让观众等待。这种创作方式也许不够快，但却更容易留下真正的情感记忆。因为真正能打动人的从来不是短暂刺激，而是那些层层递进，最终击中内心的情绪。所以很多观众会发现，看完他们的作品后，最难忘的往往不是某个吻戏，而是某个眼神，某句没有说出口的话，某次沉默中的告别。这才是高级情绪表达。申浩南和翟一莹之所以能够成为如今最强命定 CP， 并不仅仅因为颜值匹配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从不让合作停留在安全区。每一次新作品都是一次推翻与重建，他们不断尝试更复杂的人物关系，探索更深层的人性表达，也让观众看见，真正高级的 CP 感不只是甜蜜，更是理解、遗憾、成长与宿命。而许诺与你更多，或许正是他们目前最具野心的一次尝试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在如今这个快速消费娱乐的时代，你更希望未来的影视作品继续提供纯粹甜蜜的恋爱幻想，还是更希望像许诺与你更多这样，除了爱情之外，还能带来关于人生、人性与命运的思考？